书接上回，上期节目我们讲述了一个广东茂名19岁的女孩黄桃燕一见钟情美女护士张小杰，病好出院后，黄桃燕不断跟踪骚扰张小杰，更会冒名取其快递、偷其工服，数次通过监视器向张小杰表达爱意，三更半夜亲吻猫眼，不分时段，犹如恐怖电影，惊叫不断。最让张小杰无法忍受的是，黄桃燕会突然从小杰的身后窜出，对小杰实施摸头杀，搅得小杰一家疲累不堪。警也报了，黄家父母也通知了，精神病院也住了。令张小杰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黄桃燕出院后非但没有半点好转，反而开始变本加厉，不但扬言要嫁给张小杰的丈夫，两女共侍一夫，而且誓要完成幸福的完美闭环。节目播出以后，受到好多朋友们的热情关注，不少朋友分享了亲身经历的变态跟骚事件。大象也从参与讨论的朋友处获得了不少不曾学过的专业名词和事件的一些传奇背景。比如这位叫做人在亚南飙轮椅的朋友告诉大象，有一种精神分裂症，就叫做钟情妄想症。大部分情况下，他们看着和正常人没有太多区别，但是他们会莫名其妙的喜欢某一个人，并会在脑内脑补所有的过程，还认为是切实发生过的事情，然后开始骚扰等等。又比如这位叫做圆圆的朋友，好像对这个故事也在追踪，他所透露的消息看起来就有点现实主义的魔幻色彩了。他说黄桃燕的心理疾病问题非常的严重，但是又有很高的艺术天赋，好像考了2次美院都通过了，好像还考过央美的艺考，但是就是不去上，把时间和金钱全部花在跟踪和购买那个女护士的消息和朋友圈上了。他父母也不带他去治病，半放养的状态。圆圆的消息虽然为我们补足了一些疑惑，但评论处被问及最多的问题应该就是黄桃燕哪来那么多的时间和金钱？一个19岁的孩子还没工作，他又是如何有钱又有闲的呢？目前大象并没有找到完美的答案，但从另一个朋友坏师的评论里，或许咱们也能理解一二。首先，这个黄桃燕家里肯定是不缺钱的，如前圆圆所讲，美术这个东西也不是一天就能练成的，从小到大的学习成本应该都是他们家里负担的。坏师说，我要是他的爸妈，我也想装作不认识，丢人呀！管你让我怎么管？打骂吗？管用吗？讲道理他听吗？就像中学生去网吧被抓包的，所有手段都用尽了，他还是要去，他就是想玩，你能拿他怎么办呢？有道是话糙理不糙，如果黄桃燕真的是一位钟情妄想症患者，他的父母还就真的管不了，或者说曾经无数次的也被其折磨过，所以最后选择了放飞了事。从结果论来看，黄桃燕不缺钱，网友们说就算是一次次的搬家，他也要有钱交房租啊。那么问题来了，他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他的父母吗？貌似这又与他的父母急于与其撇清关系有所相悖。另外，留言区的朋友们也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又一个神奇的故事，其中明明给我们讲述的这个故事颇具代表性，非常有必要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他说19岁的女孩典型的精分患者，是精分课程里的经典 case。 一个已婚女孩家庭和谐，参加老公公司聚会，第一次见到老公的同事就声称是前世夫妻，回家要离婚，跟踪骚扰老公的同事数月，鸡犬不宁，送医诊断为精分，治疗后好转。留言处还有很多万象城的家人们分享的类似的故事，都很神奇。如此看来，现实生活中自以为是、喜欢脑补与幻想的钟情妄想症的患者还真的不在少数。今天要讲的这个案件，犯罪嫌疑人刘鄂南，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他自己也有精神方面的疾病，一再要求法庭对其进行司法鉴定。不仅如此，为了脱罪，他一边厚颜无耻的要求被害人家属出具谅解书，一边他们的刘家人又悄咪咪的一声不吭，连句对不起都不愿意向周孝珍的家人开口，更是试图尝试用司法鉴定精神病患的问题逃避司法审判。今天的这个故事，大象特别想解决以下几个问题：已婚男刘鄂南为爱离婚，3年来疯狂追求周孝珍，为何突然在那天失去了耐心，并动杀机？事发前一天，刘鄂南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在事情都过去了1个月后，他和他的父亲也都给被害人写下了保证书之后，为什么在回到单位恢复正常工作的次日，却发生了如此恶劣且无法挽回的悲剧事件？他的心里到底都经历了些什么？是什么造成了恶果的发生？又是什么决定了在那一刻让他幻化成魔？鼓励大象
马上开始。2021年4月8日，山东泰安抽水蓄能电站有限公司突然陷入舆论风暴中心，网友们纷纷指责这家公司没能保护好自己的员工。整个事件最为让人不解的疑惑也逐渐浮出水面。根据10年媒体的报道内容来看，被害人周孝珍是这家公司工程部唯一的一位女性工程师，且也是这家公司为数不多的女性硕士研究生。就在悲剧发生的前1个月，周孝珍和她的家人刚刚按照公司领导的要求，不要将事情做绝，不要让同事关系变得没有退路。调解压力之下，周家人放弃了报警求救的想法。不曾想，善良厚道的周家人放过了3年来不断跟踪、骚扰、威胁自己的公司另一部门安全管理师刘鄂南。但就在孝珍姑娘刚刚回到公司恢复正常工作的第2天，也就是2021年4月8日，当天下午6时，刘鄂南深藏数把利器，将周孝珍利刃毙命，其中包括周孝珍脸部多条长达20厘米的刀痕。而这一次，刘鄂南却没有给孝珍姑娘一点生的机会。公司领导的那句“不要将事情做绝，不要让同事关系变得没有退路”，彼时显得是如此的讽刺。如果不是当时你们当了这根搅屎棍，来来回回的在中间和稀泥，孝珍姑娘何至丧命？事发时，周孝珍年仅30岁。2018年硕士研究生毕业以后，就直接到了现在的单位——山东泰山抽水蓄能电站。周家育有3个孩子，孝珍是大姐，下面还有个弟弟和妹妹。周小弟回忆说，姐姐孝珍一直是自己和妹妹学习的榜样。姐姐不仅学习不用家人操心，就连自己大学和研究生的费用都是通过勤工俭学和助学贷款自己解决的。孝珍是个热情开朗的山东姑娘，也是他们公司工程部唯一的一个女孩，大家都很喜欢孝珍，照顾孝珍。孝珍倒也没觉得特殊，该是自己的工作，处处讲究亲力亲为，不懂不了解的地方也都积极的向前辈们学习。很快，孝珍的业务能力在公司崭露头角。孝珍的同事说，这么好的姑娘在哪里不都是闪闪发光，被人相中，有人爱慕，本来是挺正常的事情。但任谁都不曾想到的是，闪闪发光的周孝珍正被一个阴暗角落里躲着的已婚男人盯上了。他就是今天故事的另一个主要人物刘鄂南。周孝珍入职公司的时候，刘鄂南已有家室。根据知情网友的介绍，刘姓已婚男年龄看着很大了，地中海，模样又丑。刘已经有自己的家庭，看上这个女孩子就疯狂追求这个单身的女孩子。这个女孩子不愿意，把他拉黑了，这个男的还厚脸皮的一直骚扰。正如网友曝光的那个内容一样，孝珍明确向刘鄂南言明，自己刚刚参加工作，并没有要谈感情的意思。更何况你搞什么幺蛾子？你都已经老婆孩子热炕头了，好好过自己的日子不好吗？朋友们呢？可能你们对山东地区朋友们的脾气还有点陌生。当时孝珍这么说，倒也是非常正常。在山东，一般朋友之间说话都是比较直接的，而且爽朗明媚，说话办事直截了当，不玩虚的。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啊。突然有一天，刘鄂南跑到周孝珍的办公室，兴奋地对自己说：“孝珍，我离婚了，现在咱们可以交往了吧？”当时周孝珍直接就懵了，我的亲娘嘞，你弄啥呢？哪个答应要和你交朋友了呀？刘鄂南当时也没有生气，嬉皮笑脸地对孝珍说：“我就是和你说一声，反正我已经离婚了，你不能再说我是有老婆的人了。”周孝珍一脸无奈，觉得这个人莫不会是疯了吧？自此开始非常注意，甚至警示自己要与刘鄂南保持安全的距离。眼看周孝珍对自己肉眼可见的冷淡与疏离，不但没能让刘鄂南知难而退，反而激起了他要命的占有欲。此时，正如人在亚南飙轮椅的这位朋友告诉我们大家的，那个叫做钟情妄想症的东西，开始在刘鄂南的心里暗夜滋生。刘鄂南由最初的信息沟通到电话轰炸，激进到言语骚扰、拖人带信，接着又找到公司的领导进行撮合，甚至偷走孝珍的手机，删除了手机中所有男性联系人的联系记录。眼看着以上的方法似乎都没有对孝珍姑娘起到作用，他又开始仗着自己比孝珍在公司多待了几年，开始言语 PUA 周孝珍。为此，周孝珍多次找到领导反映情况，领导们都以成年男女了解交
交往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为由，稀里糊涂的搪塞了过去。如果说刘鄂南之前已婚，言语行为还有所收敛，但自从刘鄂南自私离婚以后，周孝真的好日子确实也就到了头了，丧心病狂的事情马上就要上演。2021年3月5日下午4时，毫无防备的周孝真被偷偷潜入宿舍的刘鄂南吓了一跳。孝真问他：“这个点儿你不上班，跑到我们女生宿舍做什么呀？”没等孝真反应过来，刘鄂南将藏在身后的一把水果刀架到了孝真的脖子上。周孝真没有办法，只得假意随他而去。刘鄂南更是以此为要挟，没收了孝真的手机和身份证件。离开宿舍后，刘鄂南把孝真押到事先准备好的小汽车上，一路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刘鄂南位于山东青岛农村的老家，并将周孝真囚禁于此，长达2天的时间。当天晚上，刘鄂南不断对孝真进行 PUA 精神洗脑，以求达到控制孝真，使其回心转意的目的。眼看着言语无用之后，期间刘鄂南开始持刀对孝真施以恐吓和威胁。根据周孝真亡故以后，泰安市人民检察院提请以故意杀人罪、强奸罪、非法拘禁罪为由追究刘鄂南刑事责任来看，此段时间刘鄂南应该对周孝真实施了非法的暴力伤害，其中就应该包括非自愿性关系的发生。当天晚间一直未见回家的周家父母，次日迅速赶到周孝真的单位，有同事反映周孝真应该是上了刘鄂南的汽车。多番打探之下，周家爸妈和亲友于3月6日下午赶到了刘鄂南位于青岛农村的老家。当天晚上，周家父母带着满身伤痕的女儿迅速逃离了刘家。根据后来周家小弟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说法，姐姐回家后，他们第2天正要准备带着姐姐去报案的时候，也就是2021年3月7日一大早，刘鄂南与公司的领导以及刘家爸爸就赶到了周孝真的家里。是3月5号发生这个事件，结果3月7号我们家属去的时候，然后到晚上了，他们也就说要什么道歉啊什么的。当天晚上就是我们再回家，他打电话回家以后立马就写好保证书了，他可能就是怕，因为当时我们去备了案了嘛。至此，周孝真所在公司山东泰山抽水蓄能电站的领导再一次扮演了搅屎棍和事佬的角色，不断的从中协调，希望周家及周孝真不要将事情做绝，不要让同事关系变得没有退路。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大象说过山东泰山抽水蓄能电站领导们的做法引得网友们的口诛笔伐的原因了。你们到底在这其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这可不是简单的什么求爱谈心，刘鄂南之于周孝真的做法已经构成了非法拘禁罪。根据刑法第238条第1款和第2款的规定，犯非法拘禁罪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剥夺政治权利，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很明显，刘鄂南在拘禁周孝真的期间，曾对其施暴和伤害，理应受到相应的惩罚。此时的刘鄂南也深知东窗事已发，自己要坐牢。扑通一声跪倒在孝真的面前，一把鼻涕一把泪，哭诉着自己已经知道错了，知道强扭的瓜不甜，保证以后再也不会打搅孝真了，以后会好好做人，不再生事。周家小弟曾对媒体明言，刘家父亲和刘鄂南跪在姐姐面前的时候，保证书是刘家父子提前就写好了的。除了刘鄂南自己的一份保证书，刘家爸爸也写了一份保证书，保证以后不会再纠缠姐姐，不会再以吃药自杀等方式进行威胁，会还姐姐一片清净。如果按照周家小弟的说法，3月7日一大早，刘家父子就和单位的领导赶到了周家。刘鄂南跪在地上的时候就掏出了保证书。那我们换句话说，刘家父子之所以一大早就赶了过来，并提前写好了保证书，莫不是就怕周家人一大早去了派出所报了案？周家小弟确实也说了，当天他们一家人就是打算去派出所报案的。正是刘家父子的道歉和孝真单位领导们的协调，才让周家人放弃了报警。或许直至今日，周家父亲都在悔不当初，是他这一家之主给了刘家父子一个机会，却也亲手断送了自己女儿的生路。根据公司领导的安排，周孝真与刘鄂南暂时回家休息，具体恢复工作的时间他们在商量。但令人非常疑惑的是，除了刘姓父子写下保证书表示绝不再犯之外，对于刘某所犯之事，公司以及公司领导只是让其回家反思，再无其他任何处罚措施。怪不得网友们纷纷怀疑这家公司
司的领导莫不会是刘某的亲戚吧？自打开始追求孝贞，直至犯下绑架施暴事件，竟都能全身而退。2021年4月6日，也就是事发当日的前2天，周孝贞给公司的领导打电话，询问具体恢复工作的时间。我姐就给公司领导打电话，然后说这边怎么安排我回去是不是安全了？回来第2天就出这个事情了。双方商量以后，觉得事情已经过去了1个月，回来上班应该没有太大问题了。况且刘鄂南已经写下了保证书，孝贞便和领导说：“那我明天就回公司吧。”2021年4月8日，周孝贞恢复工作的第2天下午7时许，周孝贞忙完手上的工作，刚从办公室行至公司食堂南侧花园回廊。公司的监控录像清楚地记录了刘鄂南的整个行凶过程。就在周孝贞行至花园回廊之时，刘鄂南突然窜出，先是用腰包打击孝贞的头部，并致其倒地，然后使用事先准备好的单刃尖刀捅刺周孝贞胸腹部多刀，其后又用菜刀砍击周孝贞的面部，致其死亡。事发后，周家小弟在调阅公司监控视频的时候发现，事发当晚，刘鄂南看到姐姐从办公室出来，便开车上前行凶，事后自行开车离开，全程十分淡定。同时，监控视频也证实，事发前1晚，刘鄂南曾开车从公司北门进入，到行凶现场附近绕了一圈，随后从北门驶出，全程未作停留。虽然后来在法庭上，刘鄂南一再否认他是有预谋、有计划的行凶杀人，但监控视频没再给他半点狡辩的机会。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后来法院之所以会在1审的时候就直接判处刘鄂南死刑，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那是因为刘鄂南在行凶时的凶恶程度以及整个过程的果决态度，并没有一丝迟疑，种种迹象也都表明他是有预谋、有演练的对周孝贞实施了谋杀行动，造成的后果及社会影响相当恶劣。其实，在刘鄂南行凶时，事发现场还有他们2名的同事，也就是说，这2名同事目睹了整个凶案的过程。其中1名同事曾对媒体回忆说，像是做了一场噩梦，非常可怕的噩梦。现在回忆起那个场面，心里还会止不住的恐慌，无法想象刘鄂南在事发时的心理状态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旧唐书里有这么一句话：乐不可极，极乐生安；欲不可纵，纵欲成灾。刘鄂南对周孝贞的占有欲，或许从他决定和发妻离婚，转而求娶周孝贞的那一刻，就已经堕入了阿鼻地狱。从最初的起心动念，到后面逐渐膨胀到疯狂无边，一发不可收拾。大家应该还记得，节目开始的时候，大香说过想要通过这个故事解决几个问题，其中3年来刘鄂南疯狂追求周孝贞，虽然平时也有过过激行为，比如会偷拿周孝贞的手机，删除所有男性联系人，甚至绑架孝贞，威逼孝贞从了自己，但也都还是想得到周孝贞的人和心，也不至于要了孝贞的命。但为何在4月8号那天突然就失去了耐心，动了杀机呢？其实这个也不难理解，大家应该还记得人在亚南标论义的这位朋友告诉我们大家，那个钟情妄想症，大象特别去查了相关的资料。钟情妄想症是患者坚信某人对自己产生了爱情，即使遭到对方义正言辞的拒绝，仍丝毫不会质疑对方对自己的爱情，反而认为是对方在考验自己对爱情的忠贞程度，故而对对方纠缠不已。换句话说，之前刘鄂南之所以对周孝贞死缠烂打、纠缠不已，那是因为他一直觉得对方在考验自己对爱情的忠贞程度。而自打他绑架孝贞不成，并写下保证书后，回去反思的那1个月里，他的思想明显发生了变化。或许那时的他会觉得，老子为了你离了婚，丢了人，3年多的时间，放弃所有的尊严，付出了所有精力，结果却落下了神经病的名声。朋友们，你看，就算周孝贞从始至终并没有给刘鄂南半点机会，明确表达过自己不想和他谈恋爱，而在疯子的眼睛里，受害者却是他自己。作为钟情妄想症病人的刘鄂南，一边脑补了所有的剧情，一边又拒绝接受周孝贞的拒绝。这是什么？这就是极端自私的偏执狂。如果这在他们的脑子里都能算是爱情，那还是算了吧。这种偏执的占有欲，伤害别人，毁灭自己，也就是时间早晚的必然之事。有人说，如果当初公司的领导不在中间和稀泥，周家人早点报警，或许就不会有这样的恶果出现了。大象想说的是，或许有点残忍，但是真的未必。大家仔细想一想，疯子做坏事还不就是那一瞬间的事情？他会因为周家人在他绑架周孝贞之后选择报警，他就不做极端之事了吗？
很显然，可能性几乎为零。2021年10月29日，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泰安市人民检察院提请以故意杀人罪、强奸罪、非法拘禁罪追究刘某元的刑事责任，同时应被告的要求，对其进行案发时的精神鉴定。泰安市公安局泰岳分局出具鉴定意见通知书，被鉴定人刘某元作案时无精神病症，在本案中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同年12月，一审宣判，刘某元因一厢情愿的情感将周女士残忍杀害，得不到就毁掉的心理，有报复性质，情节恶劣，造成的社会影响巨大，故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刘某元数罪并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刘某元当庭提出上诉，但很难改变现行的判决结果。故事进行到这里，多少让人有种无力的愤怒感。从上期节目里的张小杰到这期节目里的周孝珍，他们面对这个世界的恶意，从来都是温柔以对，甚至把自己置于一种危险的境地。大象想过是不是要换一种正能量一点的结尾方式鼓励大家？可是宝宝们，面对这些所谓的钟情幻想症以及其他类似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做出的如此疯狂之举，我们如何有效地保护自己？不正是接下来我们需要直接面对和探讨的内容吗？如若人力依然无法改变，法律的底线也就真的迫在眉睫。以上，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记得订阅万象的频道，平安喜乐。